迎大家来到我的中文自学频道，我是阿慧。感谢你们在众多优秀的频道中选择和我一起学习中文。在那些想要放弃的时刻，愿这篇致疲惫日子的低语能给你力量。有一些日子，当你回到家，会觉得心里沉重的像块石头。学习不算特别突出，成绩也并非十分优异，工作更是看不见未来， KPI 堆得像山，让人痛苦不堪。而裁员的通知似乎总在某个角落虎视眈眈。你看看周围，每个人都那么优秀，每个人都那么耀眼。同样年纪的人，有的已经当上了经理，有的已经读了硕士，有的存款已经有了9位数，有的已经有房有车，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。而你只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黯淡无光。生活有时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，我们努力着不被落下，努力着变得足够好，为了不让父母失望，为了不让社会嘲笑。可是越跑我们越累，越累我们就越绝望。而我们忘了，自己也有软弱的权利，有休息的权利，有犯错的权利，有不完美的权利。学会肯定你自己。如果今天的你因为过多的焦虑和烦恼而感到疲惫，因为那些让你感到渺小和不安的评价而心累，那么请稍微停一下，深深吸一口气，慢慢呼出来，然后问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要如此焦虑？我也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如此疲惫和不安，你其实很好的。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我肯定，因为我曾读过这样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，不要和别人联手来欺负你自己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焦虑的时候，都曾有过内心挣扎的时刻，都曾有过许多感到悲伤和孤独的瞬间。在那些时候，请对自己说，我很好的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是不是不应该对自己太苛刻了？有时候只需要一句简短的话，就足以让我们感到被注入了力量。我意识到，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们只需要学会肯定自己，并让心灵稍微放松一点，就会好起来的。当然，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，请慢慢来，学会与自己对话，学会安抚自己的情绪，学会肯定自己。不需要匆忙，不需要急躁，因为每一个清晨都有一轮新的朝阳升起。造物主赐予了我们一种福分，叫做明天。而那个明天正是给我们的提醒，没有哪种困难会永远存在。即使你不是一朵艳丽的玫瑰，你依然可以是一朵安宁的小雏菊。你不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，但也可以是迎着阳光向上生长的幼小嫩芽。请快乐的生活，享受当下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深呼吸，沐浴在阳光下，走出去见见更多的人，去交谈，去学习。你会发现未来还很长，而生活真的很美好。以后你会去很多地方，去观赏四季变换的风景，花开叶黄，雪落暖阳。在广阔的天地之间，在人情世故之中，你依然可以绽放一个笑容，不管人心冷暖，只为自己保留一份宁静与喜悦。今天的疲惫只不过是千朵盛开花瓣中的一个小小的点缀，不要让一时的忧郁让你忘了，你的人生依然是一座繁花似锦的花园。请跟随自己的步伐前行。申公豹曾经说过，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，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。
在这个世界上，百人百亿，否定你的人以后还会有很多。有些话语就像利刃割肉刺心，一辈子也无法愈合；也有些金玉良言珍贵无比，一生难遇，千金难买。所以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批评，活好完整的当下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了。我们就这样学会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，包容缺点，拥抱那个渺小的自己。如果有人说我们不好，我们就点头坦率承认。如果我们不够优秀，也不需要别人来原谅或评价。我们要如何看待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外面的那些人也是一样，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才是重要的。光芒万丈是他们，平凡渺小也是他们，暗淡无名是他们，日后成功成名依然是原本的他们。至于我们，只要一点一点的努力，哪怕非常微小，只要每天都在坚持，哪怕只是前进了半步，不需要奔跑，不需要攀比，只需要继续前行。因为如果你还在走，就意味着你还活着；如果你还在努力，就意味着你还有信念。如果你在生活的磕磕绊绊中依然保持着一颗善良的心，那你已经是赢家了。请相信，无论今天过得怎样，都是你向上攀登旅程的一部分，让你比昨天的自己更稳重、更深刻、更美好。在《悲惨世界》中，维克多·雨果写道：这世上没有谁是真正无用的，只要他懂得去爱一个人。当我们去爱时，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，还是将光芒播撒进别人的生命里。就在那一刻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自己。不要让那些比较的话语让你忘了自己的光芒。别人可能在他们的领域很优秀，而你也有属于你自己的强项。我和他们不同，并不代表我比他们差，我只是在走着属于我自己的步伐。对自己说声谢谢，也许你很少想到，但偶尔请感谢一下自己，特别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请说声谢谢，谢谢自己在那些疲惫的日子里依然坚持去工作，谢谢自己在那些觉得仿佛没人站在自己这边的时候没有放弃，谢谢自己没有去伤害别人，即使当你自己感到最受伤的时候，也谢谢你在那些无形的重压之下依然选择坚强地活下去。生活有时很残酷，而你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完美，但你依然在这里，依然一点一点的努力，这已经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了。当你的心态变好了，其他事情也会跟着变好。如果你没有人帮忙，意味着你可以独自完成这件事。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不如意，也别忘了让自己活得幸福。请记住，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失败，因为要么是成功，要么是你学到了什么教训。做对了是成功，出错了是进步，只要你尽力了就好。别太在意所谓的面子体面，能让一个人一辈子被困在底层的，正是他们心中那份羞耻感。如果只是犹豫、纠结、患得患失，那你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。你应该明白，100年之后，没有你，也没有我。我们所有的印记，终有一天都会化为尘埃。所以不要犹豫，不要迟疑，去做你想做的事吧，去建立事业，去爱一个人，或者去追逐一个梦想。只要等到某一天你回过头来看，算算这一辈子，你觉得没有什么可后悔的，这就足够了。
当知道自己不够优秀，又要面对别人轻视的眼神或否定时，我希望你记住，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平静和谦逊的心去学习。因为弱小只是暂时的，但我们的反应方式才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。与其让伤害或自卑将自己吞噬，我们可以选择直面现实。是啊，我确实还不够好，但我正在变好的路上。我不看别人，我只看我自己。只要我比昨天的自己更好，这就好了。当保持这种心态时，每一句批评都会变成动力，每一个轻视的眼神都会化作关于坚定的这一刻。然后，我们不需要急着向谁证明，只需要坚持前行，我们的成长自然会是最有力的回答。你已经很好了，即使你还没有取得什么巨大的成就，即使你依然在迷茫，只要你活得善良，努力一点点，爱护他人并学会爱护自己，这就够了。生活不一定总是像黎明那样灿烂，但总有一些温柔的时刻是留给懂得倾听的人的。如果今天你听到了这段低语，请把它当作一个信号，表明你正在通往一个充满意义的人生。最后，我想谢谢你平平安安地度过了每一天。感谢你的倾听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，请帮我分享给需要它的人。也别忘了支持我，点赞、评论，点击订阅按钮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。你们的陪伴和反馈是我继续创作更多有意义内容的巨大动力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